那一天牛马刚回到出租屋，突然发现视频里的凶案现场居然和我家一模一样，甚至床边墙上也有一团阴影。网友说，那里就是受害者最后挣扎留下的。凶手总喜欢回到案发现场欣赏自己的杰作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却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最开始我只是想刷刷视频放松一下，可随手刷到的案件解说却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虽然画面只是在室内场景随便一闪，但我总觉得眼熟。正巧视频上方的弹幕划过，这是马吉小区，我在那里住过。这下我有点慌了，把视频一帧一帧的推回去，对照房间的摆设，衣柜对上了，窗帘对上了，甚至连房间的装修全部对上了。我安慰自己，或许这栋楼里的出租屋装饰都是统一的。可视频回放时却提到另一个细节 ，A 座902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完了，这真是我家。于是我又仔细地了解了一下案件内容，凶手是一名流浪汉，精神有些问题。他趁着天黑闯进了女孩的家里，并割破了女孩的喉咙，最终导致女孩失血过多死在了卧室。床边墙上的那团阴影就是他垂死挣扎时留下的，而他的枕头竟然就是我晚上睡觉枕的那一只。顿时我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难道我真的住进了凶宅里？见状，我立刻把视频分享给房东，想看看他会怎么回复，但心底又有个微弱的声音在不停地祈祷，希望这一切仅仅是一场巧合。视频我不敢再看，卧室也不敢回，索性我坐在沙发上拍了张室内的照片发到了评论区，很快就有人回复了，快看，我抓到了什么？是野生的倒霉蛋。你是妹子吗？你一个人住吗？采访一下你此时的心情。楼上的有病，心情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心里拔凉拔凉的。你小心点，凶手还没抓到。看到这一条，我差点跳起来。冷静一下，又发现不对劲，我愤愤不平地回复他，少骗人，凶手早就抓到了，少在这里吓人。明明视频里都说了，凶手当天就抓住了，是住在夹层的流浪汉，而且精神还不好，最后只能关进医院，只可怜了这个花季女孩。你们怎么什么都信？只不过是精神病顶了罪，细想一下合理吗？独居的女孩子会在半夜给一个流浪汉开门，那人不仅不慢一句话，又把这些墙头草吃瓜群众给带跑偏了。回复区画风突变，全民化身柯南开始分析，对哦，那个流浪汉脏死了，小姐姐应该不会主动开门，不是流浪汉又会是谁？我感觉是熟人作案，杀人开着门走了，流浪汉进来吃吃喝喝，发现女孩，然后做了恶心事。是女生邻居早上发现门开着，屋里地板上有血迹报的案，流浪汉还没有走，在沙发上睡觉，所以就结案了。我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沙发也不能坐了，众人七嘴八舌，而我则一直盯着 ID 叫做烈风游子的人，是他第一个说凶手没有落网的。我感觉他知道的更多，凶手总喜欢回到案发现场欣赏自己的杰作，而就在这时家里的门被敲响了，瞬间我感觉心脏仿佛停跳了一拍，因为从我毕业以来就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住在哪里，而且我也一直是自己一个人住，现在已经半夜11点了，又会是谁来找我？我的心脏狂跳起来，颤抖着走向门口，从猫眼看出去，门口是一个穿工装的男人，脸上的胡子刮得不干净，身上也脏兮兮的。他敲门的风格很暴躁，用力捶几下就停下来蓄力，他好像能感觉到我的存在，突然又用力砸了一下门。是不是你家报修水管的？有没有人？没人我走了。我这才想起来，浴室的下水道总有些堵，之前确实给房东留过言，但他一直都没有叫维修工上门。如果没有刚才的事，我肯定开门让他进来，可是现在我哪里有勇气给陌生人开门？我屏住呼吸，打算装作不在，可就在这时，走廊上却传来了开门声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这么吵啊？是对门901的李叔。紧接着他就和门外的男人打起了招呼，听了一会他们的聊天内容，我才得知门外的男人好像是物业新来的维修工，看样子是我自己一惊一乍想多了，怎么会这么巧遇到凶手返回现场呢？不等男人再次敲门的拳头落下，我便打开了房门。男人见我出来皱了皱眉，不耐烦地嘀咕了一声真墨迹，便蹲在卫生间的地漏那里开始干活。他动作娴熟，一看就是名老师傅，可能因为屋子里多了一个人，我稍稍放松下来，便打算向他打听一下这个房子的事。师傅，我听说这个房间出过凶杀案，是真的吗？不是你这间吧？是 A 座902。这就是 A 座902。他不可置信地回过头，又看了一眼登记表，表情瞬间大变。小姑娘，你胆儿挺大啊！他这一句话吓得我差点哭出来。其实我的胆子一点也不大，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师傅，你先修着，慢点修，我收拾一下东西，跟你一起出去。他这我像是找到救命稻草，抓紧跑回了卧室，掏出行李箱，把衣服用品疯狂往里面塞。现在不仅有个活人在，而且看样子他的脾气还挺暴躁的，跟他一起出去也许能安全一些。我收拾好箱子，刚走出卧室，就收到了房东发来的消息。可他的一句话又把我的心提上来，不要网上说什么都信，还有今天太忙没给你找人修水管，明天再说吧。可是修水管的人已经来了，在我家沙发上坐着。你搞什么？什么人都放进来，别把我的房子搞出事了。别动，我马上过去。房东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，如果说他根本就没有找维修工，那现在房间里的男人又是谁？可等我再抬起头，却发现师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了沙发上。小姑娘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别人呢？我努力克制着颤抖的身体，尽量显得自然一些。可网友那些惊悚的话语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回荡。如果这里真的是案发现场，现在返回这里的就只能是当年的作案凶手。师傅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他一边说着，眼睛又一边不停地打量着我。但好在最后他还是离开了。正当我打算关门的时候，他却突然猛地转身拉住了房门。小姑娘，我劝你还是早点。还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我立刻将门紧紧关上。
双腿因为过度紧张使不上一点力气，整个人跌坐在地，脑海里也是一片混乱。看来这个房子真的有问题，这里绝对不能再住下去了。等房东来了，我得赶紧跟他退租。可就在这时，手机却不停地传来消息提示的声音。我打开手机，发现才一会儿的功夫，视频下的评论又更新了。可上面的内容却顿时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怀疑房东有问题，因为那个流浪汉其实是房东的双胞胎弟弟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房东给弟弟开的门，然后让弟弟作案？我认为房东很有可能是把凶案嫁祸给了他患有精神病的弟弟。对呀，精神病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怎么感觉你这么了解案发现场？烈风游子就跟你是凶手一样。哎，你们发没发现之前发照片的租客好久没回复了，是不是遇害了呀？我呆愣地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赶忙在评论里求助。现在房东就要过来了，怎么办？然而我刚发完消息，门外就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猛地抬头，只看到房门的把手在轻轻地转动，咔嚓一声，房门被打开了一个缝隙。我瞬间感到无比的窒息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除了我以外，只有房东那里还有最后一把备用钥匙。不好，是房东来了！下一秒，房东出现在门口，他的头发凌乱地散落在额前，嘴角微微下垂，仿佛带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。他抬眼打量着屋内，好像是在寻找着谁的身影。维修工呢？走了吗？他的话语低沉，一边说着一边向我靠近。顿时我感觉无比的压抑，身体也因为害怕而不停地往后缩去。可我心里清楚，在这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我根本无处可逃。维修工在哪儿？他人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问你维修工在哪儿？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突然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房东的动作。我偷偷地向着门口望去，只见到之前的维修工竟站在门口。怎么是你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，这个维修工怎么又回来了？而且看房东的反应，他们两个人绝对认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下一秒，两个人竟争吵了起来。言语中我才渐渐了解到，原来维修工就是当年案件受害者的哥哥。他来到这里也是因为他认为妹妹的死太过蹊跷，他想要找到当年的真凶，而房东和他有着同样的想法。我怀疑我弟弟被人陷害了，这些年我也在寻找真正的凶手。虽然他们俩都声称是为了寻找当年的真凶，可我心里却依旧犯嘀咕，哪会有这要巧的事？刚好在我发现这屋子可能是凶案现场的时候，维修工就出现，又刚好现在站出来说自己是受害者的哥哥。而且房东的反应也有些不对，虽说他口口声声说怀疑弟弟被陷害，要找到真凶，可那些网友的猜测也不是毫无根据。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过来？难道他们两个是一伙的？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想让我放松警惕，不再怀疑他们？一想到这，顿时我心中警铃大作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如果真的和我预想的一样，他们来到这里的目标难道就是我？还没等我来得及拨打报警电话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吵啊？来人正是对门的李叔，还记得他刚搬来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忙，上次家里跳闸就是他解决的。见他出现，顿时我心里也松了口气，赶忙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不是，你们两个大男人，有什么事儿非要大晚上说，看给人家小姑娘吓的。李叔，不用跟他们废话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哎，小姑娘，这么点小事儿就不用麻烦警察了啊，叔给你做主。说罢，李叔做起了和事佬，很快两人便相继离开。临走前，李叔还让房东退还了全部的房租，顿时我也安心下来，还好有李叔在，不然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解决的这么快。可我还是有些害怕，便让李叔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只要收拾好东西，我现在就可以搬走。他没有拒绝，只是让我不要着急。于是我立刻去卫生间收拾最后的东西。可等我拿着东西回到客厅的时候，却看到李叔正站在房间的门口，好像愣神一般，注视着床头墙边的污渍。而且我能看出他的心情很好，垂在身侧的双手仿佛跟着什么节奏不停地拍打。李叔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。听到李叔这么说，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与怀疑。我不禁回想起之前看过的视频里关于凶案的种种细节，而且他竟然提到以前的事，难道他与这起凶案有关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李叔突然转过头，他表情狰狞，眼睛也不停地打量着我。瞬间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，寒意从脚底直窜上头顶。难道他才是那个残忍的凶手？我正想大声呼喊，可李叔几乎是在一瞬间闪到我的跟前，一只大手捂住了我的嘴巴。就当我以为自己也将惨遭毒手时，突然房门却被猛地撞开，两道身影一拥而上，控制住了李叔。很快，当年的真凶便被赶来的警察带走。还好我记得住在隔壁的是个大妈，要不然这次可能真的危险了。大雾漠视之下，我失去了记忆，但突然出现的留言却指引我前往一个地方，那里到底藏着什么？大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一边向着目的地进发。忽然，一阵哭声伴随着脚步声在远处传来，一个古怪的身影出现在了浓雾中。巨大的头颅，细小的四肢，看起来十分怪异。我吓得直接躲到了一旁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渐渐的，那个身影从雾中走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名中年妇女，她的神情有些呆滞，走起路来也是晃悠悠的样子。我敏锐地发现她双手发紫，指甲也没有任何的血色，眼球向外凸起，布满了血丝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停了下来，诡异地四处张望着，
我紧紧地捂住了嘴，四周一片死寂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正当我庆幸他没有发现我的时候，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他猛地抬头看向我，一边嘶吼一边向我冲了过来。芊芊去哪儿了？你快把芊芊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他扭曲的姿势让我感到头皮发麻，我很想跑，可我被吓得两腿发软，根本站不起来。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知为什么，他忽然跌倒在路上，一动不动，雾气中安静的可怕。等待了半晌，看他依旧没有动作，我谨慎地凑了过去，只见他手中死死地握着一个本子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芊芊。看样子他只是晕了过去。我小心翼翼地捡起他手中的本子，上面写满了日记，里面全是他找寻女儿的事迹。看样子芊芊就是他的女儿。我继续翻看着日记，不知道为什么日记中没有写过日期，而且他每天都在重复做着一样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地址：麻吉路144号。他也要去那里？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在本子上撕了2张空白的纸，就在我塞进口袋时，我忽然发现口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我拿出来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放着的竟然是一张高铁票。5月1号，麻吉市。这张高铁票的终点正是我现在所在的城市，难道我本来就是要来这里？可我却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买的票。5月1号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无数的疑问充斥在我的脑海中，疑点也越来越多。想了想，我顺着目标的方向继续走下去。路边的商店几乎空无一物，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到达了终点。麻吉路144号麻吉医院。我惊讶不已地看着目的地，破败的医院在大雾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凄凉。我有些胆怯，如果医院里的人也都和刚才的女人一样，我会不会有危险？我紧闭着嘴在医院门口站了半天，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，既然都来到这里了，那去看看吧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医院，时刻注意着周围的情况。医院的楼道里依旧充斥着雾气，我摸索着墙面缓缓前进，突然手心传来了黏黏的触感，我抬眼望了过去，手掌沾满了红色的痕迹。我心头猛地一惊，缓缓看向墙壁，只见墙上写着3楼是安全的，快上来。这字迹我看着无比的眼熟，我以前一定见过。难道说我来过这里，还是说这里有我认识的人？我咬了咬牙，继续向上走去。越是靠近3楼，墙上的留言越多，内容也更加详细。千万不要离开这里，你一定要守住医院。芊芊不见了，张姐出去找了，希望他们母女平安无事，不要走太远，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。原来刚才遇到的女士就是张姐，看样子她的孩子走丢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来到了3楼，整个走廊几乎都被红色的留言填满，墙上也陆陆续续地出现零散的便签纸。粮食越来越少，少吃点给孩子留着。也不知道楠楠过得怎么样。楠楠，那是我的小名，只有爸爸妈妈会这么叫我。这是同名同姓，还是……药还够，但是不多了，我们要坚持住。2楼让给张姐和芊芊了，正好3楼有药。昨天下雨了，顶层放了很多水桶，记得收。坚持下去，我们还有女儿呢。不困不要睡觉，多看着点门外，别错过了楠楠。果然是爸爸妈妈。5公里内已经没有吃的了，老头子腿还不能下楼，只能靠我去找吃的。心入大雾再睡觉会失去当天的记忆，尽量2个人分开时间睡。楠楠买了车票，一定会来的，千万别走，无论如何都要等他回来。此刻我的眼泪已经决堤，我发疯了似的挨个房间寻找，最后我在一间病房里看到了他们。母亲已经瘦骨嶙峋，整个人看起来也摇摇欲坠，父亲躺在病床上虚弱地看着我。是你吗，楠楠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楠楠不怕，咱们回家了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5迷3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的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不怕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2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
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丫丫脸色发白，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.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，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他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，直到某天凌晨，无意间垂眸一瞥，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深夜12点，我卸完妆，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，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，带来些许寒意。我抱紧手臂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回家后，我明明关紧了门窗，现在又怎么会打开？难道是进贼了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忽然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我浑身一抖，冷汗瞬间冒出，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。这些诡异的动静又开始了。半个月前，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，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，谁成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，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，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，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。我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绷得很紧，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。此刻头顶灯光闪烁，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，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。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，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吊灯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，我匆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身后景象，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。卧室门被用力关上，我捂住胸口，灯都没来得及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，我忍住恐惧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，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幸好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这个念头闪电般将庆幸的我劈将在原地。充电时，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，可此刻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，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。我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，谁解锁了我的手机？这一刻，家里肯定进人了，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。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。
就在此时，寂静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，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。我的动作猛地滞在原地，黑暗中我对上了2只漆黑阴沉的眼珠，那双眼睛布满血丝，此刻正瞪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，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。安静的卧室里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，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，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。小贝，小贝，我爱你，小贝，和我在一起吧！我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，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。他瞬间跪倒在地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喊。男人朝我怒吼：陆小贝，你这个贱人！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，疯了般打开卧室门，拼命往外逃。之前我就听过私生饭的传闻，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。幽暗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，头顶的吊灯不断忽闪。寂静的公寓里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。这座公寓地处偏僻城郊，平时鲜少有人来，求救根本没有用。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身后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屏住呼吸，奋力向前一跃，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。我握住了，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，下一秒，我的头皮一阵剧痛，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，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我泪流满面，不肯放弃的大声呼救。男人格外恼怒，一脸狰狞恐怖。贱人，还敢叫！他喘着粗气，扬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，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，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，小贝真乖呀！我剧烈颤抖着，男人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和我在一起吧，小贝。他声音阴冷而黏腻。你放心，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。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，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。随着衣物裂开的声响，男人的脸剧烈耸动，目光兴奋且痴迷，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崩溃的痛哭出声：谁来救救我！忽然，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肥硕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，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哼唧了2声没了下文。我蹲在墙边止不住的哭泣，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，是我的经纪人老韩。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。后经调查得知，这个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饭，阴差阳错的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，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。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，迟迟无法走出来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，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地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，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。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，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，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？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，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。一看手机，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“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。
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，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，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，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哎呀，小心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，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了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，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，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的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的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：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我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。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，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：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谁啊？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对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
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。我看到有4个人，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，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 N 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